Hello，大家好。从公寓搬到新家大概有2周左右的时间了。最近呢，我就一直在忙着收拾房子。收拾房子当然从状态最差的房间开始。新家呢，状态最差的可能就是车库了，像这个墙面、地面都非常脏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翻新之前的效果啊，这个墙面都已经发黄了，地面上有一些细微的裂缝，然后地面也特别脏啊，有一些油渍什么的。整个车库呢，看起来状态就不是很好。所以说我就从车库开始动手。动手之前呢，我先买了一些基本需要的材料，像油漆、水泥、处理墙面的一些材料、填缝剂等等吧。我是在锤子店买的这个填缝剂啊，这个非常好用，像一些轻微的裂缝什么的，给它涂上之后，填缝剂就会渗透到裂缝里边去。它起到了防水和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作用啊。第二个处理的就是墙面，墙面的话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呢，我就买了这种修补墙面的材料来自己修补一下。把坑坑洼洼的地方都填平之后呢，再拿砂纸给它简单的打一下，让墙面更加平滑一些。接着呢，就把一些开关啊什么都给它包起来。油漆的话，我是先从房顶开始滚，买了一大桶专门涂房顶的油漆啊。房顶跟墙面它用的油漆是不一样的，墙面的油漆和房顶的漆啊，我都是买的2合1的啊，像油漆底漆2合1的，这样的话它可以很好的盖住原来深色的脏东西。因为车库的这个房顶非常高啊，所以爬上爬下，而且这个杆子要拽得非常长，杆子也挺重啊，所以操作起来还是挺累的，基本上是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啊。房顶处理完之后，在处理墙面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滚漆还是有点累。后来我们买了一个工具啊，帮我省了不少劲儿，买了一个喷漆的工具。像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呢，喷漆喷不到的地方呢，我还专门买了刷子，用刷子来给它刷了。接下来就是处理地面，地面处理最重要的就是把它彻底打扫干净。地面的话，我还专门买了一袋水泥啊。没玩过水泥，第一次用水泥来处理地面，我觉得还行，处理的还比较满意。不太平整的地方基本上都给它抹平了，而且水泥跟原来的水泥地面结合的还非常好，看上去还是挺结实的。接着呢，处理地面就是 Costco 买的这桶涂料，这桶涂料是229块9毛9。这涂料打开以后呢，它是把所有涂料分成2部分啊，它怕你用不完完整的一桶，所以说它把它分成2部分。小的车库可能用一半就够用的了。打开以后，涂料总共有3部分吧。这个透明的可能就是环氧树脂，接着呢就是灰色的涂料，最后还有一个固体状的这种白色固体的这种，大概起到防滑的作用。把这3种材料呢充分搅拌，说明书上呢说需要搅拌3分钟啊。完成充分搅拌之后呢，按照说明书的说法，大概是分4步。第一步呢就是扫，把这个车库彻底打扫干净。第2步呢就是倒。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，就是往地上倒，倒完了之后呢，就是滚啊，用这个滚漆的工具来滚，把这个涂料滚均匀之后，最后一步呢就是撒这个装饰的碎片。撒这一步工作的话也挺重要的，你尽量把它撒得均匀一些，这样的话地面看起来会非常漂亮啊。基本上这个车库我是分为4大块完成的，就每次向前推进一块。因为你如果要整个涂下来之后啊，你这个装饰的碎片就没法撒了啊，你可能就够不着，涂一块撒一块，总共分成4部分完成。其实整个车库翻新的过程，就是地板的处理是最容易的一个工作。现在呢，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车库翻新之后的效果，房顶、墙面都已经非常干净了，地面呢也看起来很漂亮。通过第一次 DIY 啊，我觉得房子维护的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在之前呢，我也看了很多人分享的视频啊，我感觉操作并不复杂，自己应该也能做。通过自己实际动手来看的话，事实也是这样啊。有些事情啊，看上去挺复杂，非常困难，但你真正动手尝试去做的时候啊，实际上也没那么难。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做房子维护很多方面的 DIY 工作啊。接着再来说一下这个喷漆的工具。喷漆的工具呢，我一开始是买了一个空气压缩机，但空气压缩机的这个噪音，我觉得我实在很难忍受啊，戴着蓝牙降噪耳机也不行。所以最后我就果断的把这个空气压缩机退掉了，
换了一个电动的喷漆工具。这个电动的喷漆工具呢，我觉得基本还是满意的。室内的墙面它不像汽车喷漆一样啊，有这么高的要求，电动的基本上就已经够用了。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DIY 翻新车库的尝试。今后我的频道还会分享更多类似的视频，欢迎大家关注。再见。